为文字标题增加描边，能够提升视觉占比，但其内部出现的间隙会显得杂乱，这时就可以用色块将其填补上，保证画面的简洁。内外嵌套的两个矩形，若添加相同大小的圆角，拐角处就无法保持等宽。正确的做法是用外部圆角的大小减去矩形之间的间距，就能计算出最适合的内部圆角大小。两种颜色的渐变，中间过渡部分的色彩有时会变得很脏，这时需要手动设置一个中间色，来保证整个渐变色的纯净。文字左右倾斜可以体现动感，上下倾斜能展示活力，两侧随着透视变小会增加视觉冲击力，而四个角向外拉伸则会更具张力。当我们使用虚线时，在形状的每个转折处都应该尽量保证线条的存在，这样才能使整个形状看上去更加精准。当一个元素处于画面的物理中心时，看起来却会觉得偏下，而将它稍微向上移动后，在视觉上反而会更加的居中。字体分为等宽与非等宽两种，非等宽字体中，数字1和7的宽度更窄，这时我们无法通过长度快速比较两个数字的大小，而选用等宽字体的数字就能更便捷地对比它们的大小了。当画面中有人物图像时，除非有特殊的设计，画面中人物的面部应该尽量朝向画面的中心方向。通常情况下，背景与文字的对比度至少要达到 4.5:1， 才能保证基础的阅读性。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网站来检验色彩的对比度。图形设计完成后，一定要从各个角度进行检查，避免出现设计中的不当联想。感谢大家看到这里，更多设计内容欢迎关注设计师深海，我们下期再见。